五一假期，中国人民沉浸在短暂的欢乐中，殊不知，北京却在夜黑风高之际，悄悄干了一件大事，对价值4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免除关税，还顺手大幅升值了人民币汇率。这不是在贸易战中硬刚到底的姿态，而是摆出了一副求和下跪的模样。网友们炸开了锅，这不就是向美国认怂吗？人民币升值，工厂都快关门了，还这么玩？更有评论直言，北京这是自断生路，经济要彻底歇菜了。这场突如其来的操作让无数人瞠目结舌。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，中国经济早已伤痕累累，为何还要主动送礼给美国？是战略妥协，还是黔驴技穷？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场贸易战背后的真相，看看中国经济到底有多惨，北京为何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。2025年4月30日，北京官方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。制造业 PMI 跌至1年多来的最低水平，出口订单指数更是断崖式下跌。彭博社报道，跨太平洋贸易活动骤降，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了20%，工厂活动几乎停滞，订单没了，工人放假，机器停转。一位深圳玩具厂老板无奈地说，往年5一前，美国客户早就把圣诞节订单下好了，今年连个影子都没有。深圳国际玩具展往年人头攒动，今年却冷冷清清，国外采购商直接取消订单，玩具行业哀鸿遍野。更触目惊心的是就业数据，专家预测，若中美关税战持续，中国可能迅速失去1000万个就业岗位，即使缓和，也至少有500万工人面临失业。这不是数字，而是无数家庭的生计，是无数人深夜辗转反侧的绝望。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，美国对华关税步步加码。2025年4月2日，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额外征收34%对等关税，叠加之前的20%和50%，总关税高达145%。这意味着中国商品在美国的价格几乎翻倍，竞争力荡然无存。以智能手机为例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智能手机占美国总进口量的9%，其中苹果公司代工产品首当其冲。高关税让苹果股价在1个月内暴跌20%，中国代工厂的订单也随之雪崩。苏州一家电子厂工人小李哭诉，去年底还加班到凌晨，现在厂里直接放假，工资都发不下来。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针锋相对的对美国商品加征125%关税。大豆、猪肉、药品这些美国进口商品价格暴涨，直接推高了中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。BBC 报道，中国的报复性关税让美国大豆在中国市场的售价翻倍，养殖户成本激增，猪肉价格水涨船高，猪肉都快吃不起了。上海一位家庭主妇抱怨，通胀压力下，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越发艰难，消费市场一片萧条。就在中国经济风雨飘摇之际，北京却在5一假期悄悄升值人民币汇率。4月9日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跌至 7.4290， 创历史新低，但5一期间，人民币却突然大幅升值，引发市场哗然。网友怒斥，这不是疯了吗？升值人民币，出口商品更贵，谁还买？确实，人民币升值让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进一步攀升，等于给本就岌岌可危的出口再插一刀。澳新银行策略师邢兆鹏直言，货物贸易是人民币汇率的压舱石，升值将直接冲击中国出口竞争力。有人说，北京不敢大幅贬值人民币，因为贬值会引发资本外流，资产价格崩盘，甚至掏空外汇储备。但升值同样是条死路。花旗银行分析师穆罕默德·阿帕巴伊警告，
如果中国不主动贬值，可能在贸易战中失去仅有的优势。更讽刺的是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业早已名存实亡。前几年，北京雄心勃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与俄罗斯、巴西等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，但如今这些国家却纷纷坑了中国一把。俄罗斯用人民币贷款大肆采购，却迟迟不还；巴西则在贸易中要求用美元结算，人民币的国际梦成了笑话。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个水坑，试了水温就缩回来了。一位经济学家嘲讽道：“世界需要的是美元，不是人民币。北京手里没刀，凭什么收住避水？”没了美元的支撑，全球贸易陷入迷茫，黄金价格飙升至几百年来的高位。但黄金的体量远远不足以支撑国际贸易，易货贸易更是痴人说梦。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重建类似 SWIFT 的汇兑系统，全球贸易的信用基础正在崩塌。中国呢？外汇储备捉襟见肘，人民币又无法成为世界货币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贸易萎缩，投资停滞。2024年，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例仅为 2.2%， 看似合理，实则掩盖了出口下滑的危机。在这场全球货币危机中，中国经济就像一艘破船，随波逐流。五一假期，北京悄然免除约4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，占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 24%。彭博社披露，这份涵盖131种商品的豁免清单，包括药品、工业化学品等，已在贸易商中流传。这是什么操作？一边喊着奉陪到底，一边偷偷给美国送礼，网友的愤怒溢于言表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这份豁免清单早在4月第2周就已启动。中国官员要求外国公司列出不可替代的美国商品，显然是在为妥协铺路。美国财长贝森特毫不客气地指出，中国的高关税相当于贸易禁运，他们的商业模式靠向美国卖廉价商品，现在工厂都在关门。他还警告，圣诞季订单即将来临，若中国不尽快谈判，出口将面临毁灭性打击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美商品贸易总额为5850亿美元，美国从中国进口4400亿美元，出口仅1450亿美元，贸易逆差高达2950亿美元。在145%的关税重压下，中国对美出口几乎无路可走，工厂倒闭潮一触即发。中国商务部5月2日表示，正在评估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性，但外交部发言人却坚称中美之间没有谈判，这些都是假消息。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暴露了北京内心的慌乱。谈？拿什么谈？不谈，经济要崩了。一位经济学家直言，北京现在是骑虎难下，关税豁免和人民币升值都是为了换取谈判的筹码，但美国会买账吗？2018年，特朗普首次发起贸易战时，中国经济还被认为高歌猛进，甚至有人预测将超越美国。如今，房地产泡沫、地方债务、通缩压力让中国经济元气大伤。2025年的关税战更是雪上加霜。中国经济像个重症病人，贸易战是最后一根稻草。香港大学研究员警告，这场战争没人赢，但中国伤得更重。IMF 预测，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仅为 3.2%， 中国若不迅速调整政策，恐将陷入长期低迷。美国财长贝森特一针见血，我们是逆差国，他们卖给我们的商品是我们卖给他们的5倍。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虽深，但苹果等企业已在加速供应链转移，越南、印度成为新宠。彭博社指出，美国消费者虽会因关税面临物价上涨，但中国的出口商却要承受更大的生存压力。特朗普的关税战不仅针对中国，
还波及全球180多个国家。世贸组织警告，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可能萎缩1%，可持续发展目标岌岌可危。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悲观预测，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时代已结束，保护主义将带来危险的未来。关税豁免，人民币升值，北京的神操作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。工厂倒闭，工人失业，物价飞涨，普通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。网友感叹，这哪里是贸易战，分明是自毁长城。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，北京似乎已无牌可打。谈判可能换来短暂喘息，但代价将是更大的让步。硬扛，经济崩溃的阴影已近在咫尺。2025年的中国注定在贸易战的炮火中艰难求生。你怎么看这场贸易战？中国经济还能撑多久？欢迎留言和我一起聊聊。